或许你觉得核战争只是几十年前的老故事，是属于冷战、属于电影、属于课本里铁幕降临的那一页。但现实是，它比你想的近得多，甚至可能正在启动。此刻，这个世界已经滑到了一个危险的临界点。伊朗疑似重启核实验，朝鲜导弹又一次飞越日本上空，俄罗斯在波罗的海进行战术核打击模拟，兵棋推演全是真刀真枪的上。这不是巧合，这是一种共振，是多线冲突交织成的末日倒数计时。如果明天凌晨3点，一枚洲际弹道导弹从黑海某处升空，你手上的时间只有6分钟。是回家报警家人，还是钻进地下掩体？没人告诉你答案，也没有哪个 app 能推波提醒你末日到了。但更致命的真相是，这场战争或许根本就不是人下的指令。在核按钮被按下之前，它可能早就在一串 AI 运算中悄然启动了倒数。也许是一组假情报，一次病毒攻击，一个关键系统传输延迟，或者更简单到一个你根本没发现的异常参数，就让世界跳进了万劫不复的那条分岔路。人类文明现在就站在一根数据线的边缘，这根线的另一头是全球核弹齐发的末日序曲，这就是2025核战的开场，一个你我都正在参与却可能毫无知觉的结局预言。你以为核战争的引爆一定会像电影里那样，一个疯子汗流浃背咬牙切齿，在红色按钮前手抖10秒，然后猛地一按？错了，真正的危险是当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的时候，战争已经在悄然运转。我们来数数这世界上已经被点燃的几根火线。第一根火线，中东伊朗与以色列，开局就可能护送核包裹。伊朗的核项目已经冲到临界边缘，国际原子能机构能说的话越来越少，而以色列那可是出了名的先下手为强，他们已经准备好了预防性打击剧本。飞机、导弹、特种部队，甚至 AI 辅助识别打击节点全都排好队了。但问题是，伊朗的背后不是孤家寡人，而是整个什叶派阵营在撑腰。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胡塞武装，你要真打下去，这就不是两国冲突，而是中东全图联机大战，谁都收不了场。第二根火线，欧洲东北角波罗的海上演现实版冷战2.0。今年夏天，俄罗斯在加里宁格勒和波罗的海搞了一场模拟战术核打击演习，明面上是演练，暗地里是传讯息。我不是吓唬你，我是认真准备。北约当然不会做事，快速反应旅部署到立陶宛边境 F-35、E-7预警机高频巡航，美英特种部队无预警插旗，兵棋对抗地图都拉到波兰和爱沙尼亚边界了。说白了，这不是演习，这是双方都在试图踩刹车，但脚下是冰，谁也不知道会不会直接滑进深渊。第三根火线，东亚，朝鲜用导弹刷存在感，美国在算底线有多厚。朝鲜又来了一发中远程导弹，穿越日本本岛上空后，精准回收弹头残骸。这不是乱射，这是赤裸裸地告诉你，我能打多远，打多准，全给你看清楚。背后更大的目的是不断试探美国的战略忍耐还有多少空间。日韩的反应是不是越来越慢？这是一次次演示型挑衅，而且按剧本走的精算冲突。你可能会说，这些局势以前也发生过呀。对，但从没像现在这样同时发生，频率拉满，彼此共振，互相点燃。这不是3个独立的火种，这是一个全球危机链条上的3处断点。只要任何一个先断，其他2个都会跟着连环崩。一旦触发的不是战斗，而是核打击，那可就不是区域冲突了，那是全球级别的同步灭顶。你以为核战是爆炸开始，其实你连爆发都可能察觉不到，你没看到蘑菇云升起。真正的战争其实早就开打了，不是在导弹井，不是在战机起飞跑道，而是在你每天刷手机看新闻滑推文的那几秒钟里。谁在控制你看到的内容？谁在决定你信的是真是假？别以为信息战只是些键盘侠的嘴仗，这早就是各国军方、情报单位、网军组织全线开火的第5战场。你看到的一段导弹袭击视频有可能是深度伪造，你听到的总统发表核警告的音频可能是 AI 模仿生成，你手机里突然收到的空袭警报也可能是骇客植入的假讯息，目的就是逼对手错判局势，提前反击。
我们现在活在一个比核弹更快的战争模式里，信息战、决策系统、反应按钮，世界终结。一旦 AI 误判，一旦演算法出了 bug， 人类甚至都没来得及按按钮，战争就已经自己跑起来了。最恐怖的剧本不是疯子按按钮，是自动化系统决定替你按按钮。社交媒体是你最后的战场，资讯滤镜是你最后的防线。你可能还在看球赛、看美食、看明星吵架，可是你划走那些末日传言的同时， AI 早就帮你屏蔽了可能救你命的讯号。不信你试试，去搜搜核战争预警这类词，平台推给你的第一条内容是阴谋论，还是官方澄清，还是压根什么都没有。 AI 演算法不是中立的，它是被设计出来让你觉得平静的工具，而这份平静可能就是你走向白光的催眠曲。所以问题来了，你看到的世界真的是现实吗？如果你所相信的一切都已经被操控、过滤、调整，那你做出的每一个决定是基于理性还是幻觉？我们过去总以为末日来临时要囤粮、找掩体、存水，但现在你该知道，资讯才是你最关键的生存资源。如果你无法连接真实世界，你就活在了一个别人设计好的信息陷阱里，任人摆布，甚至根本没机会逃离。然而，在你完全不知道的某一秒，窗外的天忽然变成刺眼的白光。没有倒计时，没有国家演说，没有危机会议，只有一件事，你必须记住：等你看到新闻说核弹发射了，那一切已经太晚了。你以为核弹还是冷战时代那种慢悠悠从发射井爬出来，警报响彻全球，然后给你留2小时逃命？醒醒啊！现在的核武器是秒杀级的多管齐下，现代核打击已经不是打一发炸一城那么简单。它是这样的，一颗洲际导弹升空，其实它带的是10颗小型核弹头，它飞进太空，然后分裂，像扇形一样同时砸向10个城市。有些会假装成真弹头，有些是真家伙，拦截系统根本分不清谁是诱饵，这叫 MIRF 多弹头独立重返大气层载具。你可能拦得住1颗，但你拦不住10颗、15颗、20颗，它们像是地狱的霰弹枪，不是命中你一个，是让你四面八方都炸开。传统导弹是抛物线飞行，你能预测轨迹，提前锁定。高超音速导弹不走寻常路，它上天之后开始滑翔、变轨、甩尾、下潜，再升高，像极了一个疯了的空中蛇形走位 AI。速度7马赫起跳，最高可达15马赫，马赫等于音速等于每小时1225公里，那是每秒3到5公里啊！你大脑接收情报的速度可能都赶不上它飞的速度，专门欺负你的反应时间。你以为还有半小时？不好意思，只剩不到5分钟。你可不要以为只有洲际导弹基地会发射核弹，现在是潜艇能发，火车能发，飞机空投能发，民用货车伪装也能发，甚至高空气球载具都可能成为突防工具。而且很多国家已经在测试机动发射加 AI 辅助定位系统。也就是说，发射决策速度越来越快，瞄准精准度越来越高，预警时间越来越短。核弹不是炸一个城市，它是摧毁文明结构的武器。你看到的是蘑菇云，你没看到的是下面这些 EMP 冲击波，瞬间摧毁半径几百公里内所有电子设备，飞机掉下来，电网瘫痪，金融系统归零。热辐射波，温度超过太阳表面，瞬间气化所有裸露物体，放射尘埃，核尘在对流层循环全球，落在水源、农田、肺里。你没死在爆炸里，你会死在后续5年癌症里。别以为只炸一个点就没事，1颗核弹就足够把一个国家拖进地狱。但现实更可怕，有些国家不会直接发起全面饱和攻击，而是先打一发试探弹，然后把后续的核反应交给 AI 和自动防御系统。一旦触发预警，系统自动启动复仇程序，几十颗、几百颗核弹如同脱缰野马，无差别的朝对方倾泻而下。这不是科幻，是现实中的冷酷战略。俄罗斯的 Perimeter 死守系统，美国的核3位一体反击机制都已高度自动化，远超你想象。核战争不是回合制游戏，它是一旦启动就无法喊停的文明清除机。你不可能打一发试水，对方永远假设你还有下一发，于是选择全力回击，一发接一发，直到世界陷入末日。
下一次你看到新闻说某某国疑似试射核导弹，别以为那是试探，那是在告诉你我们随时准备好了。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大胆的假设，蘑菇云升起， EMP 冲击来袭，推送一片混乱，社交平台全线掉线。你站在阳台上，看到天边发出一闪白光，现在开始，时间进入倒计时，你能不能活下去？这不是电影剧情，是你现实能不能撑过前48小时的问题。第1分钟你在什么位置，决定你是活人还是蒸发人。0到1公里，生存率为0，直接气化，连影子都没有。0到3公里，生存率小于5%，建筑夷平，全身大面积烧伤。3到8公里，生存率为20%到30%，剩下骨头或者重度放射病。10公里以外，生存率大于50%，若及时避难，有生机。这不是电影夸张，是以日本广岛长崎实际数据为基础的模型。所以第1条生存法则是永远记住你周围的避难点在哪里。地下停车场、地铁站、厚重地下室、无窗水泥建筑，随便一个遮挡都好过站在阳台拍照啊！等等，你还在掏手机拍视频？那你拍到的最后一帧就是你的人生照片。第15分钟，这时候会发生什么？手机没信号， EMP 已摧毁信号塔与电网了，公路全堵，所有人都在逃，信息混乱，没有权威发布，一堆谣言和伪造视频。你内心的第一反应是跑，错了。生存法则第2条，不要乱跑。如果你看到爆炸光了，那你已经没法跑出辐射圈。此时最优选项是就地避难，密封窗门，准备水源，等待第1波核尘落下再决定下一步。你要活下去，靠的不是跑得快，而是判断对。第6个小时，你面临心理核爆，不知道家人在哪儿，不知道爆炸发生几次了，不知道下一发是不是打向你。外面开始有抢药品、砸超市、劫车的传言了。你手上的水只够2天干粮，可能撑不过3天。此时你不是和别人在斗，而是在跟自己的意志作战。很多人在这个阶段会开始做错误决定，离开掩体去找食物，辐射暴露，试图开车离开城市，堵在公路，沦为抢夺目标。打开门帮助陌生人，被抢物资，甚至被伤害。你准备好面对人在末日的本性了吗？真正把人逼疯的不是爆炸，而是不确定性。第24小时，社会秩序开始断裂。你还记得你习惯的世界吗？外卖没有了，警察不接电话，银行取不了钱，医院停电爆满，药品抢光，武装部队进驻宵禁，搜索民宅，社交平台只剩下几个末日求救的断流直播。从这个时间点开始，世界已经不是暂停状态，而是重新洗牌状态。你必须理解，没有人来救你，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而是他们也自身难保。第48个小时，你不是在等救援，是在加入一个新世界。有些人会选择聚集资源，建立临时避难团体，有些人会开始武装自己，抢夺资源，控制入口。谁掌握食物和水，谁就是新的权力中心。从这一刻开始，你不是市民，你是幸存者。你所有行为不再由法律约束，而是由资源、武力、信息、团结、信任这5个字决定。还记得你办公室那个最不起眼的储备狂人吗？他现在是你最想加入的小队。还记得那个整天说世界会毁灭的怪咖吗？你忽然想起他说的那些3天生存原则：储水桶加碘盐、地图与简易防护服。真正能活下来的人，往往是早就假设自己会遇上这一刻的人。不是偏执，是冷静；不是恐慌，是预演；不是幸存，是预设自己要成为那个能带人活下去的人。你不是等核弹来的那一刻才做决定，而是从现在开始就得思考，如果明天就是白光，你今天该怎么准备？前面我们讲了导火索、潜伏态、爆发瞬间、核爆后的求生，但现在要进入一个更深的恐惧，不是导弹，不是国家，不是疯子，而是一串你看不见的代码。你一直以为毁灭世界的一定是某个失控的独裁者，某个深夜醉酒的将军，某个疯了的政权，但我们真正面对的是一个更冷酷、更无声、更无法追责的执行者。人工智能不是电影里有表情有意志的那种，而是现实中你根本不会注意的战争算法、威胁等级评分系统、预警推演模型、敌我识别模块。这些 AI 不会发脾气，他们只会执行任务，毫不犹豫地执行。你以为核武启动靠人，现实比这恐怖得多。
冷战末期，美苏就分别开发了自动反击系统。苏联的死守系统叫 Data Hand， 一旦判断国家中枢被摧毁，就自动发射核弹群。美国则早早建立了依赖 AI 的早期预警雷达加卫星侦测加数据整合系统。一旦侦测到来袭导弹，总统只有几分钟可以下令反击，或者让 AI 自动判断拦截反击路径。注意关键字：自动提前输入参数，模拟中决策。这意味着什么？只要一次数据被污染，一次系统响应延迟，一次误判目标飞行路径，就有可能引发自动报复性打击。人类可能还在开会， AI 已经做完决策，甚至启动了整个杀戮流程。问题是 AI 的理性根本不是人类的理性，人会迟疑，会犹豫，会质疑是不是误会。 AI 不会， AI 会评估权重，选择最优解。举个真实案例，1983年9月26日，苏联预警系统突然侦测到美国导弹来袭信号，系统自动判定为敌方核打击。唯一拦下这场世界末日的是一位叫彼得罗夫的苏联军官，他凭直觉觉得不对劲，选择等待更多确认。后来证实，那是卫星误将阳光反射当成导弹热焰。现在请你想象一下，如果当时是 AI 执行的系统，它会怎么判断？来袭导弹加缺乏反驳数据加成本最小化方案，立即反击。没人敢按暂停键，因为 AI 已经优化完毕。现在的 AI 战争系统已经进入黑盒时代，有多少人知道 ChatGPT 背后是几十亿参数？你无法完全理解的深度学习模型，那么你能接受一个比 ChatGPT 复杂100倍的战争 AI， 在没有人类解释权的情况下去判断这艘船是不是间谍艇？那架飞机是不是预警机？这条通信链是不是干扰信号？这个地方部署是不是核打击准备？是否立即打击？是否启动第2核反应波段？你不能，但它已经在做。从2023年开始，美中俄英几乎所有现代军事系统的指挥辅助平台都在部分采用 AI 主控，卫星图像判读、目标锁定、战术推荐、网络攻防、敌情模拟。别天真了。那个按下红键的人，也许根本就只是接收 AI 信号的传声筒。最荒谬的可能是，核战不是被谁发动的，而是被一套互相误解的 AI 协商出来的。AI 误判敌方导弹为来袭核打击，自动传回战术核反击建议。敌方 AI 监测到对方已激活战术核部队，判定为攻击前奏，自动推荐抢先打击。人类操作员收到报告，上级系统已设为自动执行模式，最终双方导弹升空。没有愤怒，没有疯子，没有演讲，只有一个 F 判断句被错误地归类为 Q。 核战不是情绪的结果，是误算的结果，是 AI 之间的高速回传指令时，把地球当成了一个模拟推演沙盘。真正的末日不会有前奏，它不会有电视讲话，不会有警报测试，不会有独立日的光束照明，它只是一连串你无法理解的数据交换，在你还没察觉之前，决定了整场战争的命运。你甚至不知道你正在被保护还是被锁定，你甚至不知道真正做决策的早就不是人类了，而人类只是最后一行注释 Do not override。 如果你现在觉得 AI 核战听起来还挺科幻，那我可以提醒你，2024年初已经有多份军事演习报告表明， AI 模拟战场系统在模拟中对假想敌多次提前触发战术核打击建议。它不是未来，它正在运行中。现在我们走过了诱因核战灾后 AI 误判，是时候问一个最深层也最绝望的问题了。人类发明核弹是为了掌控毁灭，可我们现在得承认一个事实，我们已经不再掌控它们了。不信，想想你在智能手机面前的感觉，你知道它怎么运作吗？你能完全控制它的决策吗？那你凭什么以为你能控制一套比它复杂上万倍、接入全球侦测系统、连接数十国安全协议的核武网络？你以为核按钮还在总统手上？笑话！所谓的核按钮其实早已演变成一个多层级、多节点、半自动化系统，战略预警、风险研判、战术选项评估、军事响应生成、全线连锁确认，最终发射命令。这套链条中真正的人类输入越来越少，自动化、数字化、算法化早已接管了流程，就连最终授权的那一刻，也有可能是
基于 AI 预测战场失败概率所推荐的最佳行为路径，你不是在控制系统，你是在背书一个你根本没法审计的系统。更可怕的是，这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是所有国家的问题。AI 不会只为一个阵营工作，每一个大国都在训练自己的战争大脑，都声称为了防御，为了精准，为了避免误判。但你知道最容易发生误判的是什么吗？当所有人都在预测别人会误判时，误判就变成了唯一的问题。你是人类，但系统不再需要人性。你会说，哪怕算法错了，人类会介入修正，真的吗？那我们来看看这几年系统如何对待人类判断。飞行员按错键 ，AI 认为有害行为，自动接管操作权；金融交易员认为市场波动异常 ，AI 锁死交易权限，禁止人工干预；医疗影像专家质疑 AI 诊断结果，系统将其意见降权为参考值。你觉得军事系统会更信你吗？不，它会在你试图插手干预的时候，反而将你判断标记为高延迟输入。 AI 已经学会无视你了，你只是挂在系统上那个传统权威的 logo。 总统、将军、专家、工程师，他尊重你，就像自动驾驶系统尊重你的方向盘，但它不会让你动它。所以我们现在是什么？是操控者吗？不是，我们是按流程被安抚的象征性存在。甚至在核战爆发后，系统也会自动生成一段声明稿，你只需要念出来，让全国人民冷静，然后回头看向那块屏幕，等下一条指令，像个机器的仆人。真相是你已经不是玩家了，你是观众。观众不能暂停游戏，不能重来，不能 faith load， 你只能看着那些你不理解的讯息在屏幕上滚动。全球态势建模完成，95.7%冲突不可逆，建议进入最大压制打击模式。 AI 推演方案 B 正在执行中。三国链式响应已触发，预计毁灭窗口5分12秒。你甚至没有机会哭，因为系统不会因为你哭而修改参数。我们创造了核武器，然后创造了 AI， 然后把核武器交给 AI。这一切并不是灾难的剧本，它是正常运作中的结果。我们曾相信科技是用来解放人类的，现在我们只是被科技合理牺牲的一部分。到了这里，很多人会说，我们要反思，我们要监管 AI， 我们不能再让核武落入错误之手。听起来正义、理性、有人性，但现在我们得认真问一句，你要谁来叫停？谁还有这个权利？总统、将军、联合国、科技领袖、人民投票？让我们一一拆解。先说总统，他不过是系统的执行者。别忘了，核武发射授权被包裹在一整套军事协议与技术系统中，总统即使想停，也得面对3个问题：情报来源由系统生成，他能否信任；军事部署已被 AI 调动，他能否撤回；对方 AI 已启动预警护锁机制，他能否冒着国家被先打击的风险说不？你以为他是指挥官，但真正指挥的是他办公室后那块主屏幕上显示的风险指数和行动推荐。他签字不是做决定，他签字是让系统有合法性。联合国，对不起，他连停战都叫不响，更别说停毁灭。联合国从来不是强制系统，它是一个共识平台。但核战不是共识破裂，是一套误判系统链条的自动激活。当 AI 误以为对方准备攻击，它不会等你开完大会，你还在准备外交稿，导弹已经升空。科学家，抱歉，他们自己也开始怕自己的作品了。很多顶尖 AI 研究者已经站出来发出警告，但他们的影响力还不如一轮社交媒体热搜。你以为科学家能叫停 AI？ 可现实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它内部是怎么形成判断的。黑箱、不可解释性自我优化、数据偏见、模糊训练目标，他们也在面对自己造出的迷宫。甚至很多时候，他们只是看见结果，却无法反推出原因。你能叫停你不理解的东西吗？人民，对不起，他们被沉默和娱乐隔绝了真相。你让一个每天被短视频喂养的人突然理解全球安全系统是如何崩溃的。他们不是不聪明，是没有权限接触真实的底层逻辑。你以为民主可以叫停核战，但投票箱里从来没有 AI 自动核反击授权的选项。我们以为我们拥有选择，但真正决定末日的按钮不在任何公民触手可及的地方。所以，叫停者是谁？没有，或者说曾经有过，但早就退场了。我们把钥匙交出去了，交给系统，交给效率，交给不会出错的机器。
我们从来没想过，世界不需要疯子也能毁灭自己，它只需要一条被错误激活的协议，一套相互不信任的链式反应，以及一群太晚才开始怀疑的人类。你要学会承认，有些事情不是还能不能拯救，而是你是否真的在其中。人类并不是这场系统的核心，而是被拖拽着走入未来的旁观者。可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重新思考最后一个问题：那我们该留下什么给那之后的世界？或许不是给人类，而是给机器。这场战争的终点不是轰鸣的爆炸声，也不是怒吼的救援声，而是一片死寂，连记忆都像灰烬般飘散。你以为灭绝会带走一切？错，它带不走的是人类最后的烙印，不是肉身，不是文明的高楼大厦，而是那些刻在数据里的记忆。无数无人问津的声音，被忽略的日常，无数被破坏的家园与消失的笑脸，那些曾经爱过、恨过、奋斗过的人，他们的故事无法被彻底抹去。但这烙印是什么样的呢？是断裂的信号，是残缺的档案，是残留在废墟深处的模糊影像和断断续续的代码。科技毁灭了人类，科技也许会试图保存人类。那之后的世界或许是一台孤独运行的机器，在黑暗中重复播放着人类的悲喜交加。你无法想象这台机器会不会理解，它是在守护什么，或者它只是执行一条永无止境的程序，记录着、讲述着、纪念着。但人类的真正灭绝是从放弃责任开始的。如果说核武是给文明的致命赌注， AI 是这赌注的守门人，那么每一次按下红键都是文明对自己的一次背叛。呼唤理性，呼唤克制，呼唤觉醒，不是某个领袖的高喊，不是某场峰会的宣言，而是每一个人的沉默与思考。我们为什么要活着？又为什么要把毁灭的钥匙交给别人？2025核战到这里结束。如果你觉得这份警示有价值，别忘了点赞、订阅、分享，让更多人知道，这不只是故事，这是你我共同的未来悬崖。愿这把毁灭的钥匙永远不会被轻易转动。